今天我们用的是新电脑，跟大家来做这期视频。之前在群里一直在分享，看了各种各样的视频，终于把自己的电脑配好了。搜索装机大师，就是一个搭配自己电脑配置的网站啊。这个网站呢很有意思，它会首先给你推荐几款不同价位的各种各样的，最新一代14代的英特尔的，或者是 AMD 的，或者你想玩游戏还是有侧重的。对应价位的它都有还有一种呢，你可以自己再细分你自己的一些需求比方说你想 AI 绘画呀，你就点，那可能它的价格就会上去。当然，我们如果自己玩的话，自己研究的话，那你就可以选这个自选配置，自由度是非常高的。你选 A 卡系列的，或者说是 N 卡系列都可以我这边 AMD 接触少一点，那么英特尔和 N 卡搭配起来去使用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配置。我是选的一个长城的机箱长城机箱呢，为什么选它？就是因为它跟电源可以配在一起。我喜欢是统一品牌的可能会稳定性各方面会好一点，当然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。那比方说我们这边呢，先马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机箱都是比较多的，而且便宜的也有，像这种87的这种小机箱。这个 MATX 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是一个主板的一个尺寸， MATX 属于紧凑型的，还有比 TX 更小的，不带 M 的就是标准的如果你想买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机箱的话，我建议就选择这种紧凑型的板子。当然，如果你为了性能释放你觉得你家挺大的，没关系，这种都可以去选。我们 CPU 怎么选呢？ CPU 其实目前618最具性价比的就是12600KF 12代的有人说12代都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，但是从各方面的数据测评也好，还是宣传也好，它的一个性能呢，都是跟13、14代是差不多的，性能差不多，但是价格呢差得非常低，性价比的一个典型代表。你看13600KF 呢，直接是贵了600块钱。当然，我们先买的是盒装，你也可以去买散片，散片的质保上可能会差一点，就是你可能通过其他地方流出的一些芯片。CPU 呢就是低一点，你这个主板也就可以低一点。中等偏下的 CPU 的话，都就买这个，我就是买这个技嘉的。网上也有说什么6项供电不行，发挥不出来这个12600KF，其实还好能发挥出来个90%、95%已经都差不多了。你觉得几项供电不好，你可以在这边可以看产品页6+2+1的这种供电。如果你想要一个好点的，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的供电信息一般的宣传呢都会放在打头的，你看都是12项供电、8+4项供电这样的。这些呢有可能相对来说更贵一点。御三家其实都是比较好的，华硕、微星、技嘉御三家就是固有阵地，所以谁都打不进来的这种状态。老牌主板的厂商这边要注意一点，它有什么 D5、D4， 大家注意DDR5、DDR4 就是内存频率主要体现。如果你是 DDR4 的话，你内存就得买 DDR4 的。DDR4 相对来说便宜DDR5 性能可能会更好，但是目前看测试数据相差不大。第4的主板其实是绰绰有余的，而且我们是前2代的产品，所以对第5的需求就不会那么高。同样的主板配同样的显卡，这个我是强力推荐的。我买的是技嘉的这一款，性价比也是很高的，官方的面板。可以去做超频的，可以看到这边主频我已经超到2700了，2700就意味着它能达到2900的一个浮动频率。我们这边呢把电源的把数也调大了，这个都是测过的。如果你一口气调得很高的话，可能它直接就黑屏了。所以建议大家一点一点往上加完点这个就应用上去比较 OK 的。我这边就不再动了，我想给它留点冗余不是说一下子就给它干到死的这种。所以这个面板呢，不光是可以调这种 RGB 灯效，你的显卡都是可以去调的。是同一个品牌就相对好一点。这边呢，你也可以去控制你 GPU 温度带动的风扇的转速的一个功率比例，比方说我达到多少度，我让我的风扇使多大劲，使50%的劲儿去工作，这样的。我可能 CPU 达到80%了，那我就让风扇满速运行。风扇压这个 CPU 还是可以的，你可以去更新它的驱动。我现在全部的驱动都已经更新到最新了。
其实它有很多驱动，就是它还有杀毒软件，所以主板显卡啊，我是用同一家的，你也可以选择华硕的，你也可以选择微星的，都是可以的啊。大牌子，小牌子的话，那就性价比会更高。内存的话，我一般是金士顿啊，这边写的 D4，你的主板如果 D4的话，你这边就要 D4。12600KF 它是默认的，其实就是3200的工作频率。买的这款499这款，这个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。我的体质好像不太好，超频超到3800就蓝屏了啊，电脑就蓝屏了，可能不太行。硬盘的话，固态我买的这个机械我没买，本来我是想买金士顿的，但是金士顿好像是智商税啊，它的频率只能达到3500。我们比方说在挺拔工具箱这个专门跑机啊，各方面都在这里头去操作的，你可以在这边去测一下这个性能啊，你可以去看一下你这个硬盘到底怎么样。我们直接点 Start。4100、4200的这个样子，4K 读写会比大部分的笔记本好一点。电源大家要注意了，我这边是买的长城的，然后这款650瓦的，这个大家根据自己需求，因为如果有电源焦虑的话，你可以买更大的。650瓦已经足够用了，因为显卡标称的是450瓦以上的，目前卡是够的，包括我双考的时候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，20分钟基本上稳定，就是300瓦左右吧。小伙伴说长城呢可能虚标，这个也不一定，应该还是要看型号的吧。包括这个行家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啊，也是一个大牌子。还有全汉也是小伙伴有推荐，为什么我都没买呢？可能在价格上、理念上可能有些区别。行家的话，那你如果换我的话，可能就会去买行家的机箱啊，这样去做搭配，就有一些执念。散热器的话，我买的九州风神的老牌的玄冰400，当然是最新的一代。口碑各方面也还是不错的，压 CPU 12600KF 其实问题还不大。当然你觉得我的 CPU 温度不想看到80度呢，你可以买更好一点的，让它压得更好。关注一点其实就是产品尺寸这块呢，就是高度150的话，机箱呢你要有对应的一个指标，不要超。就是散热器的高度，对于机箱的话，大家要注意一下，机箱那边一般会写支持的散热器的高度，还有显卡的长度281啊，所以你的机箱一定要支持281以上的这个尺寸才行啊，细节还是很多的。九州风神、利明啊都还不错，当然你要配一款华硕的全家桶呢就贵了。这8搭件配完以后呢，基本上你的框架就定下来了。像我们显示器的，你可以加进去，但是我没买，我是只买裸机，鼠标键盘我也没买啊，家里都有。上门服务呢，我是找同事帮我去搞的，请了他2杯星巴克。机箱的尺寸啊，一定是主板、显卡、散热器这3个尺寸你一定要掌握好。散热器高度限高啊，显卡尺寸、电源你也要掌握一下。你要在很多产品之间来回去看这个尺寸，4080、4070 Super 这些可能功率就会更大啊。对应的包括你的电源，你就要考虑更大的，比方说1000瓦的、850瓦的这样的，根据你的需求向上提升。如果你想上D5的话，如果你的 CPU 比较好的话，你可以上 Z 版，Z790这种可以超频的。它的供电也是比较好的，它是属于高端型号的主板。其他的其实就没啥了，大概我配了一个5000多、5600左右的，自己去买散件来装是第一回之前都是别人给我选好，要不在电脑城买好。好了，那这就是今天全部内容，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。你选购电脑的时候，你可以重去关注这些内容帮助你选择适合你价位的电脑。说你这5000多太少了，我可能要配一个8、9千的。那你可以根据这个去调整 CPU 向上调的同时呢，随时周边的配件都会往上，价格就会上去，是相辅相成的啊。你 CPU 好了，那你风扇就压不住了，这些依赖关系是有的。CPU 强了，那你这个电源你肯定也得往上走。唯一不变的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机箱，这个机箱你买好看的那也可能很贵。如果你想买海景房的话，白色的纯白的话，溢价可能基本上黑的要贵个300-400块钱。好了，那这就是今天全部内容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